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社会安定非常重要？因为今天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话，这种抗争就会来出现，这种抗议会变得非常多。我们常常说中国怎么样？各位观众，你只要看，当你社会不稳定的时候，你就跟中国是一样的，每天都在抗争，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去抗命。最近中国呢拍了一部电影叫《逆行人生》哦，跟你讲一个概念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如果失业了去做外送员的话，安分求己就好了，没什么不好。结果现在连外送员呢都做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长沙湖呢这个地方呢，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外送员的爆炸袭哦，你看人潮现场有多多，集体的抗议事件。结果呢，它的起因只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这是爆发的那个起火点。也就是保全呢，不断的跟这个外送员阻挡，就外送员呢，竟然骑着他的电动单车呢，就往这个保全身上撞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让进？”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外送员这么愤怒吗？因为理由很简单，他社区的居民是可以骑这个单车行经的，但是他心里想一个概念：你今天要我送餐，我也是送给你社区的居民吃啊。但我要送进去的话，那你社区这么大。对不对？你的小区这么多大斗，我哪知道哪边？所以我一定要骑着我的单车，这样才赶快可以到啊，就没办法阻挡。就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电瓶车事件，他一定会回去跟他同事讲嘛。他就觉得说，你们根本就是在欺负人嘛，你们自己进去的时候骑单车，那我们就要有保练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从白天开始人潮越积越多，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开始百花齐放，包括鸣笛的叭叭喇叭声，然后呢亮灯就是他的头灯在那边闪。甚至只有外送员哦，坦白讲，我觉得这也是有创意。他把一个很像黄色雨衣的披在他的背后面，对，然后这看起来很像一只熊猫哈，他就写黄袍加身，然后他上面还写几个字。见到这儿为何不跪啊？那整个外送员呢，大家都群情激愤的，每个都感觉到非常兴奋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理由很简单，第一个代表说这些外送员平常的日子是苦不堪言，甚至是呢遭受到非常大的剥削以及呢差别的待遇跟歧视。但第二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如果说呢今天有钱赚可以吃饱喝足，他们也没有必要说上街头为了这个能不能进小区。这个画面是直接在大马路上，对，直接绕圈圈来抗议。不讲你还以为说这不是长沙，很像日本什么东京暴走族之类的哈。那你知道最让我感到讶异的是什么吗？是路过的民众，不管是骑机车的，不管是一般的老百姓走路的，都给他们比个赞，挺他们的。对，说你们干得好，你们做得好，你们这样争权维权。所以当然你会以为说他是为了这个小区，但实际上这些外送员呢也是借题发挥，对政府发他们怒吼。但我们刚才讲，从白天你看到那个时间点，就到了半夜的时候，你以为他们就散了吗？不是，越夜越美丽。就呢到现场持续性的狂欢，然后来了一堆警察，甚至交警呢就用手指着这些外送员呢，叫他们给我赶快滚。然后呢，问题是外送员呢也不理他们，就跟交警呢之间呢发生非常大的冲突。但呢，我们讲的不只是所谓的外送员上的冲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北京这叫做天子眼皮子底下，但最近在天子眼皮底下呢，有一件呢你知道但绝对不能说的秘密，也是他们的隧道呢往我们讲河北的地方，竟然发生了大爆炸。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隧道的画面哦，它是北京7环高速公路 G95的隧道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为什么爆炸？就是你先看到有一台大客车，它底部的时候已经起火，结果没想到起火之后，类似它是油罐车还是什么样的概念，一路往里面去行驶。就往里面去行驶之后，因为这个隧道3.8公里之长。没想到发生了连环爆，也就是在里面进行内爆的时候，你看浓浓的黑烟直接这样窜出来。那你知道吗？烧了几百台车。我们都知道隧道里面发生这种事情，没有人可以逃的。对，因为它又浓烟，然后空气又稀薄，然后又加上火势，所以你看到最后全部都死囚成了我们讲的跟骨灰一样。那可能有几百人以上的伤亡。但对此呢，中国官方呢大规模把这个声音给压制。闭口不谈，也不提，也不讲。过去5天了，完全大家都当作没有这件事情。一个长达我们讲3点多公里这个隧道，这件事情严重到哪里吗？除了我们刚才看到整个像废墟、像废铁一样的画面，四顾沧海杯盘狼藉之外，大家统计说至少超过上百台车，而且更可怕的就是呢，他说这里面至少死了10个人，20几个人受了伤。坦白讲，我都觉得算低估了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这个到时候因为你没地方跑嘛。那你看最后面甚至是有堵在外面的因为它是连环的隧道，也就是我前面也堵，后面呢也堵，所以这个连环隧道里面呢，就有人讲到一件事情，说我至少这边被堵了10几个小时了，所以呢他才会因此呢打电话特别去抱怨，结果没想到呢反而是惹祸上身。所以你看看中国我们讲走在路上，食衣住行娱乐，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，不管是外送又或者是这种行经交通，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。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需求都可以如此引爆广大的民怨，恐怕中国统治的根基出现了摇晃的状况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
老时段，新气象。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